博出现在镜头前，胸前那抹忧虑的翡翠在灯光下闪着柔和光泽的那一刻，整个网络瞬间炸开。几千万网友疯狂转发热议，微博话题直接冲上热搜第一。有人惊叹于它的气质与翡翠的完美融合，有人则深挖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。翡翠不仅是一件饰品，更是一种象征，它代表着东方的温润、坚韧与高贵。而王一博，一个兼具冷峻与热度的青年偶像，当他戴上这块翡翠，仿佛是传统与现代在他身上达成了一种神秘的平衡。这种视觉与文化的碰撞，让人无法移开目光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翡翠被视为玉中之王。古人云：君子比得于玉。玉之美，在于温润如德，坚韧不屈。它象征着纯净的心性、稳重的气度和无声的力量。而在当代时尚语境下，翡翠常被误解为老派、复古的象征。然而，当王一博佩戴它时，所有旧标签都被打破。他用年轻的姿态诠释了东方美学的新生力量，让传统不再沉睡，而是在闪光灯下焕发新的生命。这种反差恰恰是最吸引人的地方。王一博的时尚感一直被业内称为极简冷感，他擅长用极少的元素制造极强的视觉冲击，而翡翠的加入却在冷感中注入了一丝温度。他的造型师透露，这并非偶然。翡翠的绿色象征着生命与希望，而王一博本身就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活力与坚毅。这种视觉上的冷与热的对撞，不仅让整体造型更有层次，也赋予它一种超越时尚的文化力量。于是，一个简单的配饰成了表达自我、连接传统、触动情感的桥梁。在短短数小时内，王一博翡翠话题浏览量突破数亿，网友的反应极其多样。有人研究翡翠产地，有人剖析造型寓意，更有人被它的气场彻底拿捏。这背后不仅是粉丝的追捧，更是大众对文化自信的投射。如今的年轻人不再单纯追逐西方潮流，而是开始在传统中寻找美，在古典中定义新。王一博恰好成为这种时代心理的代言人。他让翡翠不再是祖母盒子里的古董，而是年轻人手中的时尚宣言。时尚的真正力量在于它能连接过去与未来。王一博用一块翡翠重新定义了潮流的含义。他不是在模仿古人，而是在用当代语言重新讲述传统故事。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再造。翡翠的色泽、质感与形态在现代审美体系中被重新编码。当明星佩戴它，镜头放大它时，观众的认知也被悄然改变。原来老文化可以这么酷，这么有态度。翡翠的气质与王一博的个人形象高度契合。他既内敛又有力量，既温和又坚韧。这种双重特质也正是王一博一直以来的独特气场所在。他不是高调张扬的人，却能在安静中散发震撼。他的冷静不是距离感，而是一种掌控力。而翡翠历经岁月雕琢而成的瑰宝，正是这种无声的力量的象征。两者相遇，产生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人格共鸣。王一博的这次佩戴事件成为时尚圈的重要信号，东方元素不再是点缀，而是核心。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强调东风美学，他们不再模仿巴黎、米兰，而是在寻找属于中国的视觉语言。翡翠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，正被重新审视。它不只是饰品，更是文化身份的象征。王一博用行动告诉世界，时尚不必抛弃根，潮流也可以有魂。评论区的留言成了文化对话的缩影。有人说，那抹绿像极了东方的宁静。有人感慨，它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翡翠。也有人单纯表示，这就是中国风的浪漫。这种现象说明观众的审美正在觉醒。当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产生化学反应时，观众不仅在看，更在思考。他们通过一位明星的选择，重新反观自我，反观文化。这正是王一博带来的真正影响力，一种深层的文化共鸣。过去，很多人觉得传统文化离年轻人太远，
但如今，像王一博这样的偶像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他火起来。他不靠说教，而是通过行动，一件衣服，一块翡翠，一种态度。这种潜移默化的传播，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有力量。它让年轻人开始重新定义国潮，让传统不再被尘封，而成为日常的一部分。王一博的翡翠不仅是一件事物，更是一种信号，美学传承也可以酷到爆。当数千万网友围观翡翠的那一刻，他们其实在围观一种自信的回归。过去我们追求外来品牌，如今我们敢于骄傲地展示东方之美。翡翠的流行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选择，更是精神层面的觉醒。王一博之所以能成为焦点，不只是因为颜值或人气，而是他身上折射出的那种属于中国青年特有的文化自觉与时尚意识。他让世界看到，传统不是过去，而是正在发光的未来。王一博佩戴翡翠登上热搜后，各大媒体、品牌、博主纷纷跟进报道。珠宝品牌立刻推出王一博同款，销售额暴涨。时尚杂志开始讨论东方元素如何融入现代潮流。这场事件既是一次商业盛宴，也是一场文化实验。它证明了，当文化与偶像结合，影响力可以超越娱乐，延伸到经济、艺术乃至社会层面。这是一种文化爆炸，也是一场审美革命。王一博并非单纯的流量偶像，他是舞者、赛车手、演员，更是青年文化的象征。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具有示范性。这次佩戴翡翠的举动，让人看到他在无声中传递的价值观：珍惜文化，尊重传统，勇于创新。他用行动告诉年轻人，真正的时尚不是盲从，而是有根有魂的表达。这种影响力正逐渐渗透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中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次偶像造型的噱头，但实际上，它折射出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。翡翠热的背后，是国人审美体系的重建。王一博的出现只是一个契机，让更多人意识到，我们不缺美，只缺看见。他让看热闹的人开始看文化，让追星的人开始追意义。这才是现象级事件的真正价值。随着事件传播到海外，外媒也开始报道，中国偶像引领东方风潮。翡翠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象征，开始被更多人认识。这不仅是一场个人的成功，更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。王一博无意间成为文化传播者，他的一个造型，让世界看见中国审美的独特与力量。这是文化软实力最真实的体现。也许多年后，人们会忘记是哪场活动，但不会忘记那一抹翡翠绿。它已经成为2020年代中国时尚记忆的一部分。翡翠不再只是饰品，王一博不只是偶像，他们共同构成了一段时代符号，象征着年轻、传承、自信与希望。王一博的翡翠事件，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文化的生命力。它不是博物馆里的遗产，而是可以融入生活的艺术。当传统遇见年轻，当古典被重新演绎，它就不再是过去，而是活在当下的美。正如翡翠的光芒，温润却深邃，低调却长久。王一博佩戴翡翠引发的热潮，迅速从社交媒体蔓延到市场，珠宝品牌同款连发，古董拍卖频道流量暴涨，二手翡翠交易频繁，甚至出现短时间内价格飙升的现象。表面上看，这是流量带动的正常经济联动，偶像效应催生消费需求，产业链各环节迅速响应，创造商业价值。但当目光向下探究时，隐藏的矛盾与风险也随之浮现。首先是真伪问题，大量消费者在情绪驱动下盲目购买、赝品。人工处理翡翠与被夸大的鉴定说法充斥市场，消费者权益容易受损。其次是文化被消费化的担忧，当传统符号频繁被用作商业噱头，其深层文化价值有被稀释或被误读的危险。更不可忽视的是资源与伦理层面，翡翠开采与贸易在某些地区伴随生态破坏与劳工问题。明星效应若无节制的放大需求，可能间接推动不规范开采。
在推出同款时附上真实产地、鉴定证书与工艺说明，并支持合法合规的供应链。媒体与内容创作者应避免简单化的带货式报道，